儿 ing， 我们的脸书直播已经上线了，现在就去3w.facebook.com/capital958。城市在奔跑，孩子在长高，从成长烦恼到亲子沟通，育儿专家陪你拆解问号。育儿 ING。昨天我看一个节目，然后我学到一点东西很好。他又说，现在我们成年人哦，都在讲那个词叫赛道。哎，比如说淑慧，你是做这个，你经常发很多跟孩子的那个视频嘛？对，你就是育儿赛道啊。我是旅行嘛，美食嘛，是我就是生活赛道，哎，还有体育赛道、烹饪赛道。可是这个赛道感觉就在比赛，我不要在比赛啊。对，所以他就提出说，为什么人活到这个世界上就要跟别人竞争，就要去比赛，就压力很大。是，所以如何在还没有成年之前，在幼儿的时候平衡学术跟玩乐的这个 balance 很重要。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教育部学前教育课程督导陈威妮来到节目中。早安，威妮早安。 Hello， 大家早。是的，想要先问一下哦，就你的观察，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孩子们应该提前进入赛道，比如在幼稚园的时候要尽早多学习认字，另一方面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压力呢？那家长要孩子们提前进入那个赛道，它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嘛。我觉得家长到头来说，就是要给孩子们一个良好的开始。是，那你们觉得良好的开始到底是什么呢？是为小学做好准备，还是为人生做好准备呢？那你们怎么看？最好是小学和人生。他又问到我最近听到的一句话了。我们常说这个小六会考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嘛。对。其实人家说哦，人生的分水岭是羊水。真的。你是说跟父母有关是不是？你生在怎样的家庭里，可是这个人生就有不同，别无选择，孩子没得选，所以父母之后能给他们，当然是可以给他们越多越好嘛。是，所以维尼我们的回答还满意吗？就是要人生做好准备，要为人生做好准备，然后为小一做好准备。那我们父母很贪心嘛，其实什么都要。对。那说到良好的起点，其实我们看来呢，就是要给孩子们在人生上奠定好的基础。那学前这个期间呢，因为他们学前这个期间其实是大脑发展最快的一个期间，是黄金期啊。对，你这样一说哈，我们的小朋友更加要因为父母都说是海绵，所以你要教什么，要上什么课，要尽早教是吗？对啊，可是你时间有限，对吗？然后你资源也有限，小孩子他们也有他们应该有的童年，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个黄金期去怎么培育他们呢？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正确的地方上。那通过游戏学习呢，其实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受到注重了，因为游戏呢，它通过游戏学习其实是在孩子们学习还有成长的原理理论扎根的。那游戏呢，其实是可以让孩子们让学习充满欢乐啊，让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综合他们的动作、语言、肢体发展，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让他们提供尝试、冒险还有应对失败的机会。那我们学前课程的课程框架里面呢，理念是幼儿是快乐的学习者。那如果既然要让他们快乐的话呢，就让他们在有意义的游戏中学习，我觉得那很重要。很像在做 sales。可是维尼，我相信很多父母听到玩乐跟游戏，他们就觉得，不就是什么角色扮演啊，跑来跑去，好像真的没有学到东西。有那么简单吗？那我举一个例子说明白。OK， 你们就看请你跟我这样做。小孩子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有。那就是要有孩子们坐在一个圆圈里，然后跟着领袖，然后陪着领袖不同的换动作。对，那通过这个游戏呢，其实可以发展到孩子们大脑的执行功能。那执行功能是什么呢？它有3大特点。第一就是它的工作记忆。就是好像我们大人开车一样，对吗？对，你要记住我要去那个目的地，可是我
一边开车，我还记得我要下面要转弯啊，要几时要打信号灯。那其实很多东西你都要在大脑里面安排去执行的，那是你的工作记忆。就好像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要记得，我现在要做什么。其实大脑很忙的。那第二呢，就是他们的认知灵活性。OK， 就是要记得，我现在看这个领袖做这个动作，我之后的领袖我就要换动作了。对，那就好像我们人要变通嘛。那小孩子呢，通过游戏也能培育这个能力。那第三呢，就是他们的意志控制，就是说他们要阻止自己想做的事，然后跟着指示去做，循着游戏的规则一起玩。那我们大人，比如说现在我其实很紧张，我很想跑出去，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啊。对啊，那就是我的意志控制。OK， 所以不只是玩了，其实在通过游戏当中，小朋友也可以学到很多，只是可能家长把游戏看得太简单了，是不是？OK。那其实我们小时候很多时候不知不觉都在培养我们这些能力，通过游戏。那除了刚你说培养的一些能力之外呢，还有哪些游戏？可不可以给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就说积木吧。那你们有看过小孩子玩积木吧？有。那我很喜欢我的小朋友玩积木，因为他们都会自己忙自己的，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做我的事情。对。那你觉得他们玩积木的时候，其实脑子里有什么思维方式？哇哦，可能要当建筑师吧，我觉得。创意吧。对。对啊，因为他们搭积木的时候啊，其实要看，这积木是什么形状的，我应该摆在哪里，然后我才能把我的塔叠得高高的，它才不会倒。那其实呢，研究显示，小孩子如果常常玩积木的话，大的时候呢，就是为他们日后学数学鉴定一个很良好的基础。这代表说我小时候玩的太少了，我的数学不好，我几乎没怎么玩。所以今天我们在育儿 ING 希望可以用更好的玩乐方式，在玩中学，帮助孩子更好打好一个所谓的基础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在第2段的育儿 ING， 我们继续请教育部学前教育课程督导陈威妮跟我们好好的分享。玩积木数学是嘞，我小时候真的比较少玩积木，太可惜了。我小时候不喜欢玩积木，为什么不喜欢玩？很 boring。我小时候也不喜欢玩。你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玩，我数学也很差。好像真的积木跟数学有关哦，因为之后我发现我长大了，像数学有一些数学题，你要他怎么说？他就是给你一个平面的一个东西，你就要想象它是它3D 的时候是怎么？3D 的时候是什么形状？我就发现我不可以嘞。我不会 visualize。那现在很多小学的数学题都是要靠这个 visualization skill。小学啊。那种题目我以前好像是中学才会接触到的，我小学现在小学就感觉科学跟数学越来越难，但华文就越来越简单。我说是的。所以威妮，你的工作是要看我们这些学前教育的课程设计的好不好吗？其实整个新加坡的学前课程框架是我们设计的，然后教育部的课程呢也是我们设计的。学前的小朋友跟小学的小朋友有什么区别？在设计课程的时候，那小学的话，他有小6会考嘛？那我们学前是没有会考的。那就可以真的是通过玩中学来奠定他们日后的基础。所以是不是代表说小学之后，上了小学就很少玩中学？对，没有，其实还是有的，还是有，因为小孩子不是说他们一到了小学就完全转换了他们还是通过欢乐学习的嘛。你还是要给小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们觉得至少学习是开心的，对，不是就只为了让他们对学习、对终身学习有一个热忱嘛。所以小学有哪些方面可以玩呢？很多啊，现在小学他们小1、小2有program for active learning。我们以前以前我们没有以前我们没有，所以现在至少小1、小2也有，就带他们到户外去玩去探索，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是你在那是国外的小学怎么样？有玩的吗？有啊，我其实觉得我一路来都有玩中学啊。有啊，只是我觉得现在这些 sales 很会讲。他不是 sales， 他是我知道，就是教育部代表。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在那玩泥巴是我们就觉得只是玩。对，现在这些 sales 就会说，你举个例子其实就算以玩泥巴举例，
你也在练习手掌的灵活度。我懂你意思。对，以前都在玩，但没有人去对解释为什么玩很重要，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现在跟以前究竟是多了一个 sales 帮我们解读这些东西，还是现在在设计玩中学的时候，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它不是 sales，它是科学。对，科学啊，对，就是因为现在你举的例子都是以前就有过的，有没有一些以前没有过，或者说我们摒弃了以前的所谓的玩中学的方式，用现在新的方式去？那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我给他们平板电脑，他们在玩，通过平板电脑去玩。可是科学研究也显示，你过度依赖平板屏幕的话，其实会对小孩子语言发展，对他们的情绪控制能力，都会有影响。那就是新的玩嘛，那不代表所有的玩都是好的方式。有没有一些新的玩好过过去旧的玩？比如说，跟我这样做或者玩积木，都是我们从小玩到大的。对。有没有一些说我们 based on 以前的基础，然后发明出一些新的玩法，会更好过那些东西？那是 upgrade 进阶版。对。我觉得可能现在是你玩的方式其实没有怎么变到，但是你怎么和小孩子交流，在他们玩中怎么和他们交流，这有进阶版。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前就让小孩子玩，然后他说他随便玩你就玩啊。对。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小孩子的专注性，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提问啊、反馈，去让他们更深层的思考。那就是这是我们知道后的，我们就通过我们提问的方式，让小孩子更深层的去了解一些东西，有一些互动啦。以前就是给小朋友就是玩，然后回来就这样子。但现在至少父母会问，你做了什么？你跟哪些小朋友相处得很好？什么就提问的方式有些互动。OK， 是。设计一个 AI 机器人，每天问他。那不一样AI 机器人不懂你小孩子喜好什么。你说什么？设计个机器人干嘛？跟他玩？对啊，没有问他今天学了什么东西，今天跟小朋友怎么样？哎呀，那问了又怎样呢？对咯，那 AI 机器人了解你小孩又怎样？你要他取代你的位置吗？有人说小朋友玩拼图好吗？拼图啊，拼图好啊，为什么不好？不好，所以 OK 啦，对不对？因为拼图可以让他们了解，他们的专注力嘛，然后他们的观察力。也要通过拼图呢，也能提发的。是，OK， 所以拼图好 ，practice hand motor skill。怎么这么多年他们还在玩跟我们小时候一样的东西？有啊，还有很像是他们玩那个 catching， 现在他们会有不同的名字，什么 ice and water。对，以前我们就是 tag 嘛，或者就是追咯 catching 咯，可是他们现在很多不同的，还有什么 What's the time now, Mr. Wolf？那我们以前也有玩。对，我们是1、2、3木头人，但现在是 What's the time now, Mr. Wolf？ 我们还要讲时间，然后跟着时间算。对，现在是5点，然后他就去走5步，对，走5步。对，所以我说，对，我女儿会说，他在玩这个，我说，不就是1、2、3木头人？可是他们会换那个名称，但基本那个游戏规则是一样，有创新，有创新，对，可能就觉得改变1、2、3木头人感觉就有点无聊。有那个，因为小时候我们容易被骗了过，现在现在要换成大灰狼，他们觉得。我那天玩了一个，就是一个卡牌，圆形的，然后上面有很多图案，花朵啊、小羊啊、小猪啊、小牛啊，然后大家就往桌上丢，每人几张就丢。然后比如说你先丢一张花朵然后他丢一张小牛，是我丢一张小猪，你丢一张小狗，有顺序的啦，没有顺序，随便丢。然后他丢一个月亮，我再丢一个花朵，是。然后我就这个是花朵所以呢？然后你也丢了花朵吗？两个叠在一起，就是我们就看谁快，谁的手最快按住，那么这个人就拿这个花朵到下一个花朵的中间所有的卡牌。我知道，所以你要记住之前出现过什么样的牌。对，我就觉得这个对。小时候我没玩过啊，我有玩过啊，你有玩过？我有玩过类似的，但那个是2张牌一起出现，然后你要看对类似的，好像是 heart attack。是不是 snap 嘛？snap，对，差不多类似的，就是对，很好玩的，对，很好玩的那个，对尖叫这样子。有人叫你多喝水，有在不停的喝咯。对，所以这小朋友那些课程，因为你是督导嘛，所以大概每几年会换一次，还是其实如果不需要就不用换？那其实我们常常都会有在更新的，就根据研究显示然后我们就说，其实这个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方式让他
加入我们的课程，或给小朋友一些机会去尝试一下。所以每几年都会换一下，就看吧。其实我们的课程框架是每10年换一次的。那可是小朋友学习的那些体验呢，我们是其实经常都会去看，去观察一下，哪里可以进步，哪里可以加强的。所以你是观察小朋友，还是问老师的反馈，还是问家长的反馈？我们观察老师，我们也观察小朋友，然后我们也会根据研究，然后国际研究，还有我们本地的研究，是然后看一下，研究结果显示什么呢？我们就看一下，那怎么把那研究结果带入我们的课程里面？所以最近有哪些研究结果值得我们去参考？那之前我说的那个大脑执行功能嘛，那是近几年来非常火的一个研究结果吧。越来越发现其实你注重于小孩子这个期间他们的大脑执行功能的发展的话，培育他们，给予他们机会去锻炼他们的大脑执行功能，那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不论是在学术上、工作上还是家庭关系上，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那几年前是从纽西兰出来的一个研究嘛。是大脑执行功能英文是什么 ？Cognitive executive functioning skills。所以有哪些游戏可以好好的提升这个大脑执行功能？其实很多游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What time is it, Mr. Wolf？ 是1、2、3木头人，你也要注意啊，你要注意说，前面那个领袖他什么时候会转过身来，那就是你的专注性。然后你也要意志控制啊，我不能动啊，我真的不能动啊，我头很痒，我也不能动啊。OK， 所以 OK， 其实很多游戏都可以，很多都可以。好，所以家长要多多给孩子去玩。但如果玩归玩，如果孩子只是玩，我们一定要就是之后跟他们聊吗？还是？那你通过玩的时候已经是亲子互动了，已经是很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了。那你聊的话，其实也是要建立亲子关系啦，那是比较重要的。不要一直问他们你们今天学了什么那可以问你今天和哪个朋友玩了？你什么时候？你问了什么问题？还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问朋友长什么样子或者你形容了这是什么？他的肉软不软？这个很奇怪这个问题。小朋友就抓来抓去吗？不应该抓，不应该抓，反而不应该抓。问他做了什么？因为有时候我就问我女人这些问题，她之后问了几次，她就说：“妈妈，你为什么一直问我这些问题？”所以我就要换问题问她因为我每次问一样的，比方说你在学校做什么，你跟谁玩，谁不乖之类的。她问了几次，她会觉得为什么都是这几道问题，那我就其实换。你问的那些问题就会让你孩子知道你其实注重什么对吗？是。那其实我有试过啦，我就问我孩子，今天你问了什么问题？这样子就会让孩子知道，其实妈妈注重的是我的好奇心，我的探索能力。因为这些功能呢，这些技能就是让他们日后学习其实很重要的，不要让他们死记硬背嘛，是要让他们知道，其实我可以自己去发现，我有这个好奇心，我有这个问题我想知道，那我可以去探索。是我都问他老师有没有骂你他就说我跟你讲实话，你不可以生气。我说好啊。他说老师有骂我，因为我不要睡觉，我一直讲话，打个比方对，然后就还是你可以问他说今天你有怎样关心你的同学那就可以让他知道你的同理心还有你关爱对你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所以他没有得讲，明天就要去关心一个同学，这样就有得讲了这样也好，对啊，这样也好啊。你今天帮助了谁？他没有好奇心，他答不出，他第二天就会去有好奇心嘛。非常好。是 OK， 我今天就问他，你今天帮了谁？你今天帮了谁？今天在育儿 ING 我们请到的是教育部学前教育课程督导陈维尼，跟我们分享如何在学前的阶段打好孩子上学的基础在上一段我觉得他很好的让我们了解说即便小时候我们玩积木或者玩一些简单的游戏其实也是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的。没错，可以培养孩子很多方面的能力那维尼，请你告诉一些家长，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朋友还是担心孩子一直玩，花太多时间在玩耍上会影响日后的学业表现。你会如何回应这样子的担忧呢？
那如果我们让我们重新把它理解为，让游戏理解为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不要把它当成是对立的。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对立，我是通过玩中去学习，那家长就可能不会再有那个，他一直玩，他学到什么东西，其实他在学很多很多东西。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当成是均衡的饮食嘛，对吗？我们不会让孩子每天吃白饭，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吃菜吃肉。那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要求每天孩子们就坐在他们的书桌前就要死记硬背来一直做练习本啊，那不应该啊，因为孩子们是需要出外玩乐。那如果每天都坐在书桌前做练习本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大肌肉发展、对视力一定会起了负面的作用的。就把它当成是均衡的饮食，让孩子通过各系列的活动去发展他们各个领域。刚刚维尼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也提到一点，就是作为家长不要只看孩子玩什么怎么玩，在玩过之后如何跟孩子沟通，或者去 review 回顾整个玩的过程也是很重要的。这一部分可以再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它非常的重要，就是玩之后的这一部分。那因为我们通过孩子们在玩的时候呢，他们是其实很专注的在玩，那有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去打扰他们，因为会打扰他们的专注性。可是他们玩了过后呢，你可以通过提问反馈去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是注重你这些东西。比如说我看到了你刚才在跌积木的时候，那个积木跌得很高，然后倒了几次，可是你都完全没有放弃，我很欣赏你这样的坚持性。那你就会让孩子知道，妈妈注意的，妈妈欣赏的是我的坚持性，坚持性是一件好事啊。那你就会通过你的反馈让孩子们知道，坚持很重要哦。那我下次如果遇到挫折的话，我也不应该放弃，我可以继续再试一次。哇 ，OK，这是非常好的提点哦。那在学校当中，当然小朋友会向老师们学习了。那在家中呢，家长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简单的方法来支持孩子的学习跟发展？因为我们就是要达到这个支持的作用嘛，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在街上啊，有时搭巴士的时候，或者在 food court 的时候，常常会看到，那为了让孩子们乖乖的吃饭的时候不要吵闹，家长都会递平板或者递手机给孩子们玩，那孩子们就会乖乖的在那边吃完了就不作声，那大人可以安静的享用他们的午餐或者晚餐。但其实这做法我能理解，因为有时候真的很累，你也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你现在怎样啊？你觉得你帮我看一下周围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呀？这样子你一直不断的和孩子互动，大人其实也会很累的。对，但就是要让家长知道，其实你这么做的话，会让孩子失去很多宝贵的学习机会。你是说如果用平板电脑？对，而且研究也显示，如果你长期依赖平板电脑来或者依赖手机来安抚孩子们的情绪的话，那孩子们对他们的情绪管理、对他们的想象力，还有对他们的语言发展，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另外刚刚维尼提到一点，就是很多家长觉得玩跟学是对立的，所以那既然你把那些玩都摒弃掉，学的部分可能只剩下识字啊、做练习等等。所以要问一下维尼在幼儿发育方面，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追求识字的能力，还应该关注哪些基础的能力呢？那其实呢，孩子们的发育呢，多方面都是有关联的。那你说到识字写字嘛，那其实它跟他们的大肌肉发展还有小肌肉发展都是有关联的。那小孩子其实在7岁以前，他们的手指的骨架骨的结构，还有他们手指的肌肉其实还没有完全发育。那你过早逼他们去写字，其实对他们的肌肉发展是影响对不上，是对不上他们的发展的。太早未必是好的。OK， 所以最后维尼有什么要提点所有的家长们如何在玩乐跟学术学习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那其实游戏呢，很多时候是开放式的，所以通过这开放式的游戏呢，他们可以在意想不到的经验当中去学到很多比如说我要怎么去和别人合作、和别人沟通、要解决难题，这些都是他们日后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第一就是让孩子们
多多参与这些开放式的游戏，把主导权给孩子。然后第二呢，要注重什么的话呢，我觉得是要注重价值观，注重社交，注重他们对于学习的态度。因为其实现在科技很发达，你不知道以后孩子们会从事什么行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还是需要好人，还是需要会负责任，会诚实，会关爱其他人，还有会尊重的人。是，所以这2点非常重要。然后就是在培育孩子的时候，就多和他们互动啊。在这个学前方面啊，认多少字啊，这个学多少技能，可能是可以量化的。但是教育是一生的事情，没错，很难在短期内给它量化一个标准。但是人格的培养跟更好的一个习惯的养成，可能是学前的孩子们最该去打好的基础。今天非常感谢教育部学前教育课程督导陈维妮的分享。如果你错过这段访问的话呢，在我们的脸书直播上也会有整段访问的回顾。谢谢维妮，谢谢你，谢谢。